今天带的是6500米的渔网啊，把这一些渔网都放到这个小岛的旁边这个位置去，看一下这一趟的收获怎么样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脑岛彪哥。今天天气比较晴朗啊，准备出发去外海捕鱼，而且看起来太阳也是比较晒的天气。今天是要去外海捕鱼，所以不用那么早出去，也是等到9点多才下到船上这边。也有的渔船还没出发。但是大部分去近海捕鱼的渔船已经是出发完了。好了，现在我们的船也启动了，准备出发前往我们要去放网的位置了。也是差不多有1个多月没有去外海捕鱼了，所以这一趟准备直接去外海。后面还是带着一条跟班船一起去的。他们也是要去外海捕鱼，就说跟我们一起结伴同行嘛。其实去外海的路程比较遥远啊，所以有一艘船一起去还是比较安心一些。要不然要是突然遇到什么故障，那就比较尴尬，没人帮助。这样子遇到故障还可以互相帮助。至少如果在海面上修理不了的话，还有渔船可以把你的船带回渔港这边修理嘛，是不是？不过今天是大潮水啊，所以一般拉网的时间会比较晚一些。好了，现在是到达外海海域这边了。你看这个风景，海天一色的，非常的漂亮啊。到达这个小岛的附近了，今天是准备把这些网放到这个小岛的附近啊。但是不是围岛放网，是放到小岛的一次位置，也算是在2座小岛的中间位置放的网比较多。然后就是小岛的正前方位置也是放1个网啊。然后小岛的另外一侧很后面的位置就不放网了，也是分成4个网放下去。也就是说，在2座小岛的中间位置是放了3个网，而这一个小岛的正前方位置是放1个小网，总共4个网就这样放。今天带的是6500米的渔网啊，把这一些渔网都放到这个小岛的旁边这个位置去，看一下这一趟的收获怎么样吧。好了，现在就是放今天的最后1个网了，也就是放在小岛的正前方啊。这一个网放完之后，就把船停靠在小岛的前方位置就行。应该是下午3点多的时候会把这一个网给拉上来，然后其他的网就要等到很晚才拉，因为是大潮水啊，潮水的时间大概是要晚上的10点多钟才有潮水可以拉。毕竟放网捕鱼也都是看潮水放网跟拉网的，不是想拉就拉。好了，全部的网放完了，准备把船停靠在小岛的前面，把这个固定船只的船锚放下去，把船固定住就行了。网放完之后也是要冲一下甲板才行啊。冲洗完甲板，然后做个午餐吃下，吃完午餐再休息一会儿，就要开始拉网了。先喝几杯茶润润喉，然后就把午餐给做一下，放下去煮了。中午是吃这个苦瓜猪肉粥啊，简简单单先吃一餐。吃完午餐之后又休息了一会儿啊，差不多时间也是快到了。然后就准备把小岛正前方位置的这一个网先给拉上来啊，这是一个小网来的。因为是大潮水啊，所以没办法把全部的网都等到晚上才拉，那时候就太浪费时间了。而且那个时候的潮水也是比较急，时间来不及啊。好了，机器也启动了，准备开始拉网。网放的位置离船停泊的位置也不远，直接开过去就到了。然后就是开始今天的第1个渔网了，希望接下来是渔获满满吧。好了，上来今天的第1条渔获啊，是一条黄鲫。不过一般外海这边白天的渔获会比较少一些，不过外海这边渔获再怎么少，也是会有一些渔获上来的，不像是近海啊。小剥皮鱼来了一条，开始有小剥皮鱼了。看来随着天气开始暖和，小剥皮也是开始多了。呀，还大泥猛鱼也来了一条，连续的有渔获。不过最近的泥猛鱼数量就比较少一些，可能也是因为季节的交替吧。不过这一条泥猛鱼看起来是挺大条的，应该也是要4两左右的，肥度也还可以。
香头也是来了一条。雕刻类的季节，所以香头也会有一些。毕竟香头也是叫做平头雕，也是雕刻类的一种啊。刚说完，这边又来了一条香头，感觉收获还可以呀。连续的有鱼货上来，很少空网。又一条香头啊，看来这附近的香头比较多，只是鱼货的数量不是很多。没有成群结队的上来啊，所以凸显不出鱼货的总体数量。雕刻类的季节，除了这些香头，应该也会有一些什么真雕、黑雕什么的吧。毕竟最近的真雕、黑雕比较肥，连近海都能捕到一些真雕、黑雕了，更不用说外海。又是一条小剥皮鱼啊，原生剥皮鱼。最近这种原生剥皮的价格也是比较高，估计这种养活着一斤要60、70块钱。这种香头的价格就相对比较便宜啊，一斤30块钱左右，而且要大条的才有这个价。像一些小香头，一般也都是20几块钱而已。这2条看起来就相对比较大了，即使没有1斤左右，应该也是要7、8两左右的规格啊。这一会儿连续的来香头哦。这一边华鱼也是来了一条啊，感觉还是可以的嘛，连续上了挺多的鱼货，也是刚拉网没多久，而且这个网放在海里面的时间也不算长啊，就是香头比较多。小剥皮鱼来了3条，而且也没有什么比较值钱的鱼货上来。有一条小剥皮鱼，小剥皮鱼开始回游了，数量越来越多了。一般大夏天就是小剥皮鱼的旺季啊，所以天气一暖和，小剥皮鱼的数量就开始越来越多了。这边倒是上来了一条连尖啊，这条连尖应该也是有个1斤左右的规格，一斤也是30块钱。连尖的肉质是属于比较硬的，所以我个人来说就不是很喜欢吃连尖。又来了2条这种小剥皮鱼啊。我们这边把这种叫做原笛，是剥皮鱼当中比较值钱的一个品种啊。毕竟剥皮鱼的品种太多了，也不是所有的小剥皮鱼都像这种这么值钱，很多品种不一样啊。又来了一条泥猛鱼，今天也是上来了好几条泥猛鱼，都挺大条的啊。毕竟网放在海里面的时间不长，所以鱼的活力还行。肯定也都是年上没多久啊，这条够肥啊，看起来应该要6、7两的规格。刺藤鱼来了一个，也是今天的第一个刺藤鱼。最近这种刺藤鱼的数量也不多，不过我们也是不要的，直接把它放回海里面去就行了。在我们这边刺藤鱼是没人吃的，而且也不值钱啊。可能有的地方会比较值钱，能卖一点钱。但是我们这边刺藤鱼没人要，海域不同啊，所以每个人喜欢吃的东西也不一样。也是连续来了几条这种华鱼，在近海那一边的华鱼比较多啊，外海这一边数量比较少。不过有鱼货就行啊，总比没有的好嘛。外海这边的华鱼看起来比近海要大条一些。这一条是小真鲷，寄居蟹也来了一个啊。这边又是一条华鱼，一般也叫做白花鱼，后面还带着一条香头一起上来啊。这个网比较短啊，也是4个网当中网最短的一个。不过也是还好，连续的有一些鱼货上来，收获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啊。不过差不多这一个网也是快拉完了。总体的鱼货还算是比较少的吧，毕竟拉上来的鱼货也都是1条、2条这样子而已，没有成群结队的上来，数量就不多。好吧，然后这一边这一个网也算是拉完了，上来的香头比较多吧，其他的就比较少。泥猛鱼来了几条，小剥皮鱼来了几条，还有华鱼也来了几条。黄鲫好像也是来了个1、2条啊，鱼货的品种也比较少。然后把船开回小岛这边。
就准备把船停泊在小岛这一边休息了，要等到晚上才拉网了。这边也是准备先做个晚餐吃下。这一次吃完晚餐休息的时间就比较长了，要差不多等到晚上的10点半左右，潮水到了才去拉网啊。那下一个网的视频就下一期再分享给大家看了。我是南澳的彪哥，也请大家给我点点关注，观看下一期精彩的外海捕鱼视频哦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我的彪哥啊。现在早上的8点钟啊，然后我们准备出发捕鱼了。现在在这个船上，现在准备出发了。现在船启动了，然后我们准备出发了。现在是9点钟啊，然后我们准备开始放网了。现在我们把网放下去啊，然后晚点再过来洗啊。希望今天能够大丰收啊，洗多几条像昨天那样的大黄鱼就够了啊。现在还是有点烂的啊，我们这个岛附近烂不啊。看一下今天的浪还是挺大的啊，一层一层的浪搞得船摇摇晃晃的啊。昨天这个岛上有很多人在这里钓鱼啊，今天算没有见到一个人在这里钓鱼啊。估计今天的浪比较大啊，所以没人过来这里钓鱼啊。10点20分了，然后我在这个岛屿附近休息一下，吃个午饭，然后再过去起网啊。先喝杯茶休息一下。现在是11点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起网了，起网了。现在准备起网了啊，现在要起网了，希望能有个好的收获啊。第一个网起网了，然后一条鱼都没有啊，恐怕今天要空军了啊。第二个网快起完了啊，然后才上来一条石斑鱼啊，一条石斑鱼还挺大的啊，看一下，现在正在把鱼从网里弄出来啊，看能不能照到啊。出了2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基本上没什么鱼啊，网上都是空空的。所有的网都起完了，才上来一条大黄鱼，大家看一下。大黄鱼啊，大黄。今天还可以啊，上了2条大黄鱼，不过一条肚子大了，不怎么值钱啊。在这个位置啊，只会捕了这个大黄鱼啊，其他杂七杂八的鱼没有啊，很少。然后如果捕不到大黄鱼的话，基本上就是亏本啊。所以上大黄鱼才捕光，其他杂七杂八的很少。这就是最早的时候上的那条石斑鱼啊，那条石斑鱼还挺大的。这就是今天的2条大黄鱼啊。回到家里了，今天上岸上的比较晚啊，因为在船里面干了一会儿活，然后现在才回到家里啊。今天上了2条大黄鱼啊，还有一条这个石斑鱼啊。因为那个有一条大黄鱼肚子大了，所以不是很值钱啊，所以卖不了多少钱。2条大黄鱼加1条石斑鱼啊，其他的什么鱼都没有啊，也没有海鲜可以带回家吃啊，所以今天收获也就2000多一点啊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没看先点赞，这是一个好习惯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我是南澳岛彪哥啊。现在是早上的这个5点50分，我要过去放一下排风。
注意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收获，再跟下个视频给你看一下吧。现在已经上到这个船上了，然后现在给钩竿上鱼了。今天的鱼饵是豆腐鱼，就是别人昨晚出去捕鱼，早上回来带回来的新鲜豆腐鱼啊。现在给这个鱼钩上这个豆腐鱼了。现在差不多快给鱼钩装完鱼饵了，然后船启动准备出发了，装了几千个钩子啊。现在船开出分鱼了。这些都是昨晚出去捕鱼的大铁船啊，然后现在回来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出去捕。早上刚升起来，看太阳多漂亮，被你们带进装满试试啊。到达指定地点啊，然后给钩绳撕下水啊，然后就准备放钩子了。现在就是往海里面放上这些鱼钩啊，然后差不多时间我们才会过来收啊。要船边开，然后边放钩子才行啊，这个钩子才会快速的往海里面下去啊。这些钩子是沉到海里的啊，然后放浮在水面上，然后就等鱼过来吃了，然后这个钩子我们就上鱼了。而且只能钓上大鱼啊，小鱼是上不来的啊，这钩子很大。现在把所有的钩下网了。这是一艘装液态石油气的货轮，看一下。休息了半小时左右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起钩子了。起钩子了。上大黄鱼了。这个位置只能捕大黄鱼啊，没有其他什么鱼的啊，所以捕到大黄鱼才最重要。希望今天能有个大丰收啊！大黄鱼了，又上大黄鱼了，又上大黄鱼了，来看一下。上大黄鱼了，上大黄鱼了，好大一条！这个机会，激动的连船都熄火了。大条的大黄鱼来了啊！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条有2、3斤了，2、3斤，看一下，哇，好大一条啊，金灿灿的，好漂亮啊！这真的是发财的节奏来了啊！哦，这个位置的大黄鱼真的多，又上大黄鱼了，看一下，又有了，这条跟金条一样，更漂亮。窝在这里，然后休息一下，吃个午饭，等一下再过去起钩子。休息了1个小时啊，现在开始起钩了，好几千钩啊！下挂起，上大黄鱼了，上大黄鱼，又上了一条金灿灿的大黄鱼啊！钩子都取完了，来看一下今天所有的收获，感觉挺不错的啊！准备回去了，快到渔港了，现在回去了，去卖一下鱼，今天大丰收喽！过来渔港这里卖鱼了，去卖一下鱼。无嘿，你较早那你2好了嘿。表哥成功上岸了啊，很开心，今天大丰收了啊！一条3斤的大黄鱼，还有一条2斤多的大黄鱼，2条加在一起就有7000块钱了啊！加上其他的黄鱼在一起啊，总共接近1万块钱了。今天哇，不错不错，很是厉害，谢谢大家观看啊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现在是早上的8点半啊，然后现在在码头这里，我们准备出来捕鱼了。现在船启动了，我们出发了。现在船开出渔港了。
一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脑打彪哥，现在是早上的5点钟啊，现在准备过去取一下，放在海里面已经是算是5天了，5天的这个螃蟹网啊，放在海里面5天，从上次放下去，应该收获应该是有的，准备过去取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取到一些螃蟹。上一次的螃蟹是比较少的，看一下，希望这次渔获多多，螃蟹多多吧。能来几个龙虾、几个响螺就更好了。然后现在也是马上出发。这个时间点的码头已经是热闹非凡了，很多出海的大渔船回来了，所以那边有很多人在那里卖鱼。现在是下这个船上，马上出。现在开始拉网啊，这次的钩子应该是拉到网了。因为比较有力气啊，希望不是勾到网身，别把网勾破了。瞧我这张乌鸦嘴啊，真的是勾到网身了，把网勾破了啊，拉了一点破网上来。然后现在准备放第2次钩子，希望顺利一点啊，不要勾太多次。希望第2次就把网勾上来吧，别浪费太多的时间了。这是今年的第2次螃蟹网啊，上一次的螃蟹网收获不好。希望这一次上来螃蟹多一点吧，相对来说今天的气温就比上一次冷多了。这一次还好啊，这一下就勾到网了，也不是勾到网身啊，勾到网上面那个绳子啊，这样子就能直接把网拉上来。好啊，这一次运气不错，勾2次而已。我记得勾的最久一次要勾到5、6次才把网勾上来，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了。现在就开始把网拉上来，接下来螃蟹多多，龙虾多多。也是很久没有看到响螺了，希望这次能捕到几个响螺，就值钱多了啊！先把网的一头给拉上来了，然后再继续拉网的另外一头。问题是刚刚拉了这么一点网，也没有看到什么螃蟹之类的，有点悲催啊。不过不要紧啊，我相信接下来的网螃蟹会有的，响螺也会有的，龙虾估计也是会有的，加油啊！不过拉到目前为止啊，值钱的螃蟹没见到，不值钱的也没见到。哦，终于来了一只龙虾，龙虾先来一只啊！蜘蛛蟹也是不值钱的螃蟹。网已经拉了快一半了，什么梭子蟹啊、团花蟹暂时还没有见到，是刚刚上来了一个椰子螺没有拍到，不过那个椰子螺也不算大。又来了一个椰子螺了，后面还有一只傻瓜蟹啊，2个椰子螺。今天都是有几只那种不值钱的螃蟹啊，蜘蛛蟹、指甲蟹。鳐鱼来了一条，这条鳐鱼倒是挺大的，应该要2斤左右。这种鳐鱼1斤要30、40块钱了。又来一条啊，一起来的，这条应该也是跟刚刚那条差不多大，但是今天的网也没有拉到什么值钱的螃蟹，这个就有点郁闷了。不值钱的螃蟹倒是上了几只，傻瓜蟹什么的。还好上了龙虾跟椰子螺啊，后面就有一只傻瓜蟹啊，等一下拉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傻瓜蟹的样子，看起来是挺大只的，但是没什么肉。这种傻瓜蟹不值钱啊，一只也就几块钱而已。这是一个螺还是寄居蟹啊？等一下看一下。然后这个网也就拉完了。第1个网拉完了，第1个网没什么收获，就一只这个龙虾，蟹。这个椰子螺也没什么大收获，赶快去下一个。风一来，浪也就来了，船也是越来越摇晃了。下一个网的视频，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。也谢谢大家观看，我是脑导彪哥，喜欢我视频的记得关注我，看下一期的视频哦。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脑导彪哥。上一个网收获1万半，但是有一只龙虾，有椰子螺。现在风浪也来了，下一个网看能不能捕多一点渔获吧。现在准备把钩子放下去，赶紧把网勾上来。风浪有点大，希望一次就能勾到吧。
运气还不错啊，果然一次就把网勾到了，这样子就不用勾太多次，浪费太多时间，一次到位。风浪一来，船也开始比较摇晃了，现在赶紧把网先拉上来先。这个网也是没有拉到什么螃蟹啊，兰花蟹、梭子蟹这些暂时还没遇到。小海星倒是来了一个。按道理来说，这个网已经放在海里面5天了，鱼货应该是有一些的。螃蟹没有，其他的鱼货应该也是会有一点的。螃蟹没有的话，估计是水势不够冷，或者是季节还没到。傻瓜蟹上了一只啊，而且后面还有一只兰花蟹，还挺大只的这只兰花蟹。现在的兰花蟹跟梭子蟹价格都是挺好卖的，因为数量比较少，一斤能卖到60多块钱，接近70块。我估计还会继续涨价。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螃蟹比较好吃的时候，因为螃蟹壳比较硬，肉质也是比较肥美，但是数量却不多，而且差不多再过几天，人家也是要开始囤这些过年的货了。而且螃蟹可以先养殖的，一囤货的话，价格也就是慢慢的涨上来了。估计到快过年的时候，能涨到一斤100块钱左右。每年都是这样子的，看下今年会不会改变一下。毕竟网放在海里面5天了，垃圾也是比较多的。差不多这个时间，人家也是差不多要囤这些螃蟹类的跟螺类的，还有一些龙虾类的能养活的，先囤货。然后到快过年的时候一卖，价格立马差不多就翻倍了。像我们这种没有自己的鱼排的是囤不了货的，只能卖给鱼排，让他们去囤货。所以不管怎么来说，还是那些囤货的鱼贩子赚钱，像我们也只是小打小闹。来了一只兰花蟹，这个网都拉了2/3了，才上了2只兰花蟹而已，其他值钱的螃蟹也是比较少啊。这边是拉上来一条电鳐鱼啊，会电人的说要小心点。不是一条电鳐鱼啊，其实电鳐鱼也是挺好吃的，满满的胶原蛋白，肉质也是比较软嫩的一种。这个网道也是石头蟹上了有几只，也是那些不值钱的螃蟹偏多啊，值钱的螃蟹才上了2只，然后网也就拉完了。网取完了，这一次的收获比较惨淡，然后现在准备把网放下去，然后又准备回去了。这一次的螃蟹网收获不多啊，有1只龙虾，还有几个椰子螺跟几只螃蟹而已。不值钱的螃蟹倒是比较多，鳐鱼上了有几条啊，电鳐鱼也上了有几条。而且风浪一来，船也是很摇晃，起网也是增加了一点难度。接下来的风浪会更大，所以这个螃蟹网放下去之后，又要过好几天才能过来起了。我们也是准备换个地方放网。今天这个放网的位置收获不好，而且没什么螃蟹，然后把船开出来一点，再把网放下去，换个位置放网啊。现在把网放下去。现在开始放第2个网，2头都需要用石头跟船锚固定住的，然后上面是不会放浮漂的，因为如果放浮漂的话，容易被拖网船给拖走。2个网都放下去了，然后现在也是准备回去了。之前的螃蟹都这么几只，这一只是兰花蟹，把螃蟹从网先解出来，藏得比较多网啊，所以解出来也是比较麻烦。这螃蟹解出来之后，就用绳子把它绑起来。这个时候的兰花蟹壳是比较硬的，而且肉质是一丝一丝的，还是挺好吃的。兰花蟹是肉蟹啊，没有膏的。这一条就是鳐鱼了。所有的网都放下去，现在船也是慢慢开回去了，而且浪比较大，开的速度就比较慢一点。过来的时候浪没这么大，开了1个小时啊，然后现在浪比较大，开回去估计是要1个半小时了。看了一下天气预报，下次过来起这个螃蟹网，估计也是要4、5天左右了，因为后面的天气风浪会更大，这也是比较麻烦的。不过渔民也就是这样子，看天气吃饭，风浪太大也没办法出海。像今天这样子还不算是风浪特别的大，也希望下次过来起螃蟹网收获更多一点吧。这一次的收获也是确实惨淡了一点啊，这样的风浪也是没办法放渔网的，只能拉一下螃蟹网而已。果然也是开了1个半小时啊，已经到达渔港这边了。
来看一下整体的收获吧。有一只龙虾，这龙虾看起来是算是挺大的吧，应该是有个3、4两的。还有几只螃蟹，但是数量也不多。2、3个椰子螺、石头蟹啊、指甲蟹，这些不值钱的。这只是傻瓜蟹，已经是上到岸了啊。今天也是没什么收获，估计是螃蟹的季节没到吧，没有什么螃蟹啊，就一只龙虾，还有几个椰子螺算是比较值钱之外，也没什么特别值钱的渔获。螃蟹也比较少啊，不过网也放下去了，再放多几次，应该就螃蟹的季节又到了。值不了几百块钱呢。然后现在是准备回去了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是老岛彪哥，喜欢我视频的给我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你们的彪哥啊。现在早上的7点半啊，准备出海捕鱼了，已经半个多月没出海捕鱼了，现在准备过去了。祝我们丰收吧。现在下到床上了，然后开始准备出发了。现在开出渔港了，然后准备奔向远方，希望有个大丰收。现在是这个10点50了，10点50，然后我们开始放网了，开始把网放下去了。现在是中午12点了，然后把所有的网放完了，然后停在这边这个岛上附近啊，这个岛附近休息一下，晚点再过去起网。现在是下午的4点10分了，下午4点10分，我们开始起网了，准备开始起网了。好，上货了，上货了！看看这么大一条，上货了，这么大一条。看一下，又有货了啊！大一条，这边捕到的鱼都挺大的啊。这条鱼长长的。上大货了，上大货了！不断上鱼了，不断上鱼了，上好多了，一直不断上啊，大大小小的都有。看一下，上了一条这样的鱼，多漂亮！不断上啊，好多，一直上。这个网啊，不断上这个鱼啊，不断上，好多。这条至少2、3斤了啊，好大。来了，又上大货了，2条啊，一起的。这个鱼更漂亮，你们今天上的鱼都很漂亮啊。哇，你看这条鱼多大，看一下。说来，看，又不断的来了啊，不断的来了。海上突然刮起一阵阵风浪啊！看一下，起了满满的一大筐鱼啊！满满的一大筐都是大鱼，还有好多鱼都养在渔场里啊，不止这么多，就一个网而已。因为突然刮起了这个大风啊，还有大浪啊，我们移到后面过来，前面有点危险。第2个网一上就起了这个刺豚鱼啊，看一下，第2个网刚上来，大鱼不断啊，都是大鱼啊。第2个网刚上来。哇，这个大鱼不断，一直有上。天是渐黑啊，然后浪来了啊，乌云密布，天是渐黑了，只剩下渔民打灯在这里辛苦劳作啊。第2个网啊，哇，这收获真的够大，这鱼够大。第2个网也是满满的一大筐。
浪越来越大了啊，然后第3个我们就不再去照了，第3个我们就不照了啊，然后等起完我们再看收获就行了。这第3个网的收获，第3个网啊，又是满满的一大筐啊！看一下，第3个网啊，总体来说今天又是这个大丰收，总体来说今天大丰收了啊。是7点50了啊，7点50，我们终于把所有的网起完了，终于起完了啊！这个入夜了，大风大浪的，然后准备回去了。过来渔港卖鱼喽！真厚哦。对。我俩喝，泡的送钱。卖完鱼了，这个活鱼小卖3000块，还有其他鱼加在一起啊，差不多4000多。今天收获还是不错的啊，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的观看啊。没看先点赞，这是一个好习惯。Hello， 大家早上，我是南澳岛彪哥啊。现在是早上的6点钟啊，准备出发去海里放一下延绳钓啊。延绳钓是什么？就是排钩咯。大家跟着彪哥的视频过去看一下吧。现在来到码头这里啊，准备下到船上，出发去放排钩啊。现在是下到这个船上了啊，然后现在要给钓具装上鱼饵。现在天才刚亮啊，我们准备出发了啊。上次那个豆腐鱼的鱼饵还不错啊，今天还是用豆腐鱼做鱼饵啊，然后还是在原来的位置放，看能不能像上次一样好收获。看一下这钩子多大，小鱼根本就不会吃这样的钩子的啊。装完钩子了，然后现在出发啦。刚开出渔港啊，然后昨天去捕鱼的渔船现在都回来了。看一下，这里有几千个钩子啊，然后我们还是去原来的地方放，看能不能像上次一样好收获啊。到达指定位置啊，然后现在开始放鱼钩了啊，往海里面放。祝我们能有个大丰收吧！现在所有的钩子放完了啊，我们准备去休息一下，然后再过来起钩子。现在钩下完了啊，然后起一下，晚点再去起钩。休息了半小时左右啊，然后现在再起钩子啦。看一下2个人合作，配合天衣无缝啊。上鱼了，上鱼了，看一下，好像是小点的大黄鱼啊，看一下，比较小那种大黄鱼。没一会儿呢，就上2个大黄鱼了，看来这个位置是真的不错啊。又上一条，又上一条啊！上了一条大的啊，金灿灿的，我都来不及拍照。钩子绳子缠住了，要先解一下啊。远处开过来一辆大货轮啊，看一下，又有货了，又有货了啊！又上大黄鱼了，又上大黄鱼了，这条好像小一点。看一下我们的老渔民，这么老了还在捕鱼啊。然后年轻的你还有什么资格不努力？有大黄鱼、春子鱼，还有一只石头蟹啊。其中这条大黄鱼真的够大，估计有3斤左右。再看一下，放在这里保鲜。来看一下这一片我的收获，看一下多少大黄鱼，还有一条差不多有3斤的，2斤的。这个碗简直是发财了啊！再看一下，哇！然后现在放在这里保鲜了，等一下再起下一片的那个鱼钩啊。好牛啊！哇，又是一条大的啊！哇，又有了，又有了啊！看看，看大黄鱼了，看大黄鱼了，这条跟金条一样，好漂亮啊！又有了，又有了，真的是上个不停啊！好快，好快，这我都来不及试相啊！
又有鱼要上来了，看一下，又有上来了。看一下，一条大条的，都是金灿灿的。鱼都起网了啊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回渔港了啊。过来渔港这里卖鱼了啊！今天收获这么多，看能卖多少钱。比上一次好像少了一点。这条3斤的大黄鱼啊，它既然要检查一下新鲜度，刚上岸的怎么可能不新鲜呢？总共8000多，还不错吧？现在成功上岸了啊！有一条3斤的这个大黄鱼啊，还有好多条其他比较小的黄鱼啊。3斤的黄鱼就卖了3000多一点了，加上其他的大黄鱼加在一起啊，今天卖了8000多，很高兴，终于发财一次了，真的是发财，不错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南澳的彪哥啊，现在是早上的5点钟，准备过去拉一下螃蟹网。这个网又是放在海里面有几天的，准备把它拉上来，看一下这次的收获怎么样吧。现在已经是下到船上了，然后现在船也启动，准备出发了啊。迎着逆向的風，頑強奮戰，什麼處都當考驗。逆向的風，亦大何不處也不亦有多快，但社會中能經得起，亦在第一次钩子是没有钩到网啊，这个运气有点黑，非球体质啊，没办法啊，只能再下一次钩子了。希望这一次能钩到吧，要不然运气也就实在太差了。很多网友问为什么不下浮漂啊，这个问题也是说过很多次了，那我再讲一遍吧。因为螃蟹网是要完全的下到海底去的，而且一放就要好几天。所以放了这么多天的网，第一是怕被别人拉走，第二是怕被拖网船拖到，第二次还是没有钩到。看来今天的运气真的不好，只能下第3次钩子了，也就希望第3次钩子钩到吧。浪费了好多时间在这个钩网上面了，我记得最多的一次钩了5、6次才钩上来的。终于也是钩到网了，第3次才钩到，这样也不算是特别的黑吧。然后赶紧把下了长毛跟石头的那一边拉上来，后就可以开始拉网了。接下来就是螃蟹多多、龙虾多多的时候了。先上一只傻瓜蟹，傻瓜蟹跟指甲蟹比较多啊，这种都是不值钱的螃蟹。后面还有一条鳐鱼啊，放在海里面比较多天啊，所以拉上来的垃圾也是比较多的，贝壳类也是比较多。拉了快1/3了，暂时没有看到值钱的螃蟹。兰花蟹、梭子蟹这些还没来，龙虾、椰子螺什么的也没有看到，看来今天的运气不怎么样。傻瓜蟹、蜘蛛蟹、指甲蟹这些不值钱的螃蟹倒是上了好几只。今天天气阴阴的，没有太阳，所以显得也是比较冷一点。石头蟹也是上了好几只了。2只蜘蛛蟹啊，这边还钓出一条鳐鱼，鳐鱼拿来煮粥或者煮汤是挺好吃的，富含胶原蛋白啊。这个网也就光上那些不值钱的螃蟹了，网都拉了一半了，还没有看到兰花蟹跟梭子蟹，看来今天飞球的体质是爆发了。哦，这边上了2只龙虾，2只龙虾是在一起来的哦，这下子都挺不错了，终于来值钱货了。本港青龙虾挺值钱的，现在的龙虾已经差不多开始慢慢涨价了。现在本港龙虾8两以下的一斤要200多块钱，8两以上的就要差不多300块钱左右了，1斤以上的就更贵了。这是一条电鳐鱼啊，非放电的电鳐鱼，要小心点。
本港青龙虾是属于比较值钱的一种龙虾，跟别的地方的青龙虾是不一样的。它的价钱比普通的青龙虾要贵一些。肉质方面，本港青龙虾是比较鲜甜的，肉也是没有那么的柴，所以相对价格也就是比较高了。对来说，野生的本港青龙虾又比养殖的好很多。而且本港青龙虾不是越大只越好吃啊，相对来说1斤左右的本港青龙虾是最好的时候，也是最好吃的规格就是这样子的。当然也是越大越贵。这个网的鳐鱼倒是也是上了好几条啊。现在的鳐鱼1斤也是要达到40块钱左右呢，很好卖的现在。而且鳐鱼是没有硬骨头的，小孩子吃就挺不错的。而且鳐鱼的皮是属于比较胶质的，很富含胶原蛋白，肉质也是比较软嫩的。又上一条大鳐鱼，鳐鱼的骨头是比较软的，没有硬骨头啊。然后这个网也就拉完了，又上了2只龙虾比较值钱而已，也没有看到什么比较值钱的螃蟹，也没有椰子螺跟响螺的，太难了。龙虾看起来倒是挺大只的，然后现在准备过去拉下一个网，下一个网的视频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吧。谢谢大家观看，我是脑岛彪哥，喜欢我视频的给我点点。大家好，我是南澳岛彪哥啊。上一个网的收获也就2只龙虾比较值钱而已啊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螃蟹，所以也就希望这个网能来一些值钱货吧。也是很久没有碰到响螺了，现在开始下钩子勾网，希望一次到位。第一个网是勾了3次啊，看一下这个网是不是一次就行。这里还有一只八爪鱼努力的爬出来啊，上一个网还上了这么一只八爪鱼，没有看到。他是拼命的想逃啊，但是你又能跑到哪里去呢？这个网应该是勾到了啊，希望不是勾到网身就行了，勾到网身网就要破掉了。后面绳子又松掉了，应该是勾到网身把网勾破了，然后网又掉下去了。看来也只能下第2次钩子了，今天的运气也真不好，螃蟹没捕到，连勾网都要勾这么多次。看一下，那只八爪鱼还在努力的想逃跑啊！这一次终于也是勾到了，2次而已啊！上一个网勾了3次，这个网勾2次。赶紧把网的另外一头先拉上来。好了，现在就可以开始拉网了。希望接下来就是龙虾多多，螃蟹多多，响螺来几个，椰子螺也能来几个，这样子不算贪心吧？这些不值钱的螃蟹倒是来了不少啊，这2只是傻瓜蟹，也就是假面包蟹，只有钳子肉挺多啊，身体是没什么肉的。而且今天的网拉到现在，连一只兰花蟹跟梭子蟹都没有啊，不知道是不是水还不够冷，螃蟹还没爬出洞啊。不过去年的这个时候螃蟹已经挺多了啊，估计是气温不好啊，或者是季节没到。但是那些不值钱的螃蟹倒是挺多的，傻瓜蟹啊、蜘蛛蟹啊、指甲蟹这些。上来了一条鳐鱼，看它扁扁的，全身没有硬骨头，煮粥或者煮汤都是挺好的食材。风浪也是越来越大了，船也是渐渐的开始摇晃，增加了一点起网的难度。这边也是上来了一只龙虾，还挺大只的。后面也是有一个椰子螺上来了，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值钱的螃蟹。放在海里面有5天，所以拉上的垃圾也是比较多，回去要清理好长一段时间了，估计解这些垃圾出来都要半天的时间了。不过放螃蟹网就是这样子啊，解垃圾的时间占干活的时间的1半以上。也是很久没有捕到响螺了，什么时候能来个值钱的响螺一下？今天的天气看起来天也是黑黑的，没有太阳，像是要快下雨了一样。
所以气温也是有点低，还夹杂着一点风浪。这边还在努力的拉网中啊，不过这个网差不多也是拉了3/4了。放螃蟹网居然一只值钱的螃蟹都没上来，不值钱的螃蟹倒是上了许多，这么有趣。不过好在龙虾上了有几只，这样子就不会亏了。有龙虾补油费，多少能赚一点吧。这边是上了一条好大的大黄鱼，好大条，不过好像是死了比较长时间了，应该是不能用了。这么大条应该要2斤多，应该是有的。2斤多的大黄鱼如果还能用的话，应该能卖个3、4千块钱。这条应该是死了有一段时间了，卖不了钱。等一下再解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应该是不能卖了。然后这个网也就拉完了。网的收获也不多啊，就1只龙虾，1个椰子螺，几条鳐鱼，但是有一条大黄鱼不知道能不能用。2个网都拉上来了，然后现在准备再换个地方把网放下去。再过了2个网先放下去，然后再把那条大黄鱼解出来。又是没有螃蟹啊，然后又是要换位置放网了，没办法啊，放多几个位置啊，看能不能捕到一些螃蟹吧。放螃蟹网本来就是为了捕螃蟹。